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同在。今天我们来分享的题目是女人照亮的黑暗。那么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在路德记的第1章第1节到22节，也就是整个路德记的第1章。那么路德记其实和前面的士师记从时间上呢是平行的。那么路德记的故事大约发生在士师记的比较靠前的这么一个时间段。那么这就是路德记的背景。那么当时这种情况是以色列人已经回到了迦南地，回到了他们的应许之地。但是以色列人在领袖约书亚去世之后，他们就迅速的败坏了。应该说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几十年的时间里，他们就迅速的堕落掉了，以至于呢12个支派变成了一个非常松散的各自为政的群体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神就兴起了士师，作为一个紧急时刻的这种军事领袖。因为整个以色列的国力在下降之后，就经常会受到外族的侵扰。那么呢，这是以色列人呢进入迦南地之后迅速败坏以后的一个黑暗的时刻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敬虔的人是不多的，败坏的人呢反而很多。其实很像我们当今这个社会，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，说实话，敬虔的人不多，败坏的人比比皆是。好了，前面的背景呢，我们就介绍这么多。同在频道的节目呢，并不是在这儿喜欢跟大家东拉西扯，我们的专注的焦点就是在经文。那么同在频道呢，就是一个分享圣经的频道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，看看今天这一段的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。我们先来看路德记第1章的第1到第22节，我们可能一段一段的跟大家一边读一边来分享，希望呢大家手上呢也能够预备圣经，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神想告诉我们什么。第1节，当士师秉政的时候，国中遭遇饥荒，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2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。这个人名叫以利米勒，他的妻子名叫拿阿米，他2个儿子，一个名叫马伦，一个名叫基连，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。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。后来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，剩下妇人和他2个儿子。这2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，一个名叫俄尔巴，一个名叫路德，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。马伦和基连2人也死了，剩下拿阿米没有丈夫，也没有儿子。这一段圣经给出了一个小标题，叫以利米勒全家迁往摩押。我们知道摩押和亚门，他们是在呢整个犹太地的东侧，也就是约旦河的东边。摩押跟亚门呢，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与2个女儿乱伦之后的后代。那么摩押和亚伦作为以色列这个民族称之为外邦人。那么作为这些外邦人来说呢，是受神所诅咒的。而且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那么他们也没有帮助以色列人，所以呢他们都是不敬虔的民族。但是这个时候犹太地出现问题了，也就是迦南地。迦南地中呢遭遇了饥荒。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我们清楚，以色列人呢已经变得悖逆不敬虔了，
所以这第一节中所提出的国中遭遇饥荒，这一定是神的管教。由于以色列人的悖逆，所以呢，神在以色列人仅仅迁往这流奶与蜜之地的几十年的时间以后，那么就在这片土地上呢降下了饥荒，所以呢，这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。这里边说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2个儿子就往摩押地去了。那么在当时遇到饥荒的时候，那么肯定人们会想办法。那么作为路德记中一开始所提出的这一家人，也就是以利米勒带着他的妻子拿米以及2个儿子，他们的选择呢，并不是留在这片土地上求问他们的神，他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，而是呢，他们变卖了财产，也就是说的，按照今天的说法，他们把房子车子卖了，然后呢，他们移民了，他们走了。其实这种表现就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，这里直接就证明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神对他们的审判，或者说神对他们的管教，而他们反而觉得，那么这块土地既然不适合生存了，那么我们就走，我们就逃，反正虽然遇到了饥荒，今年没有收成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有田产土地，我们把它换成钱，我们人走钱走，就是说按照今天比较流行的说法，就是他们润了。好，那么我们接下来往下看，他们是在摩押地呢就做了寄居，相当于就是移居了国外。但是这里边紧接着就出现了问题，就后来呢，这个人就死了，以利米勒死了，剩下了妇人和他的2个儿子。那么这2个儿子呢，又娶了2个当地的女子为妻，那么这个事情就变得更麻烦了。一家人由于在当地受到了饥荒，离开了神应许之地，他们带着钱走了，走了以后呢，逃到国外，又与神所规定的，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要遵行律法的，律法规定不能与外族女子结婚，但是呢，他们把这些全给忘了。他们呢，不仅走了，离开了神的应许之地，而且2个儿子还娶了摩押女子为妻。那么一个叫俄尔巴，一个叫路德。路德呢，就是这卷书的主角。那么我们一会儿呢，还会继续的介绍。然而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件重大的事情，也就是呢，拿阿米的2个儿子马伦和基连，这2个人死了。其实从名字来看，就是马伦和基连这2个人的名字，按照原文的解释的意思呢，就是多病衰弱的意思，就可以说呢，他的这2个儿子属于那种天生的体弱多病型的这种身体特质。所以在拿阿米的丈夫死去了之后，这2个儿子那么也去世了。所以这前边的第1节到第5节就交代了整个这个故事的背景。就拿俄米一家呢，本身遇到了灾荒，她就随着丈夫和2个孩子到了另外的地方去做寄居。他们觉得虽然遇到了饥荒，那么土地没有出产了，那么至少呢还有一些财产，拿着财产走到另外一个地方也可以生活。然而他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，却接二连三的出现了丈夫死了，2个儿子也死了。本来是其乐融融的一家6口，现在呢3个男人都死了，变成了3个寡妇。
那么这就是前面所交代的背景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从第6节开始看。第6节圣经中也给出了一个标题，叫拿阿米和路德回伯利恒。我们看一下第6节，他就与2个儿妇起身从摩押地归回，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与他们。于是他和2个儿妇起行，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要回犹大地去。拿阿米对2个儿妇说，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，愿耶和华恩待你们，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。愿耶和华使你们各自在心腹家中得平安。于是拿阿米与他们亲嘴，他们就放声而哭，说，不然我们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。拿阿米说，我女儿们哪，回去吧，为何要跟我去呢？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？我女儿们哪，回去吧，我年纪老迈，不能再有丈夫。季或说，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生子，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？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？我女儿们哪，不要这样，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，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。2个儿妇又放声而哭。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，只是路德舍不得拿阿米。那么这一段呢，交代得很清楚，3个寡妇在当时的情况下组成一个家庭是没有办法生存的。因为在当时的那个社会里，如果一个家中没有男人的话，就说明呢没有劳动的能力，女人是没有得到工作的可能的，并不像今天。今天呢，其实女人很容易养活自己，女人很容易找到工作，而且呢，很多工作女人甚至比男人还有优势，比如像一些服务业，或者是在职场上，比如说做销售、保险、中介等等一些行业，其实女人由于她天生的一些优势，以及在职场上女性所给人的这种亲和感，以至于呢，很多的工作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成功。但是在当时的那个社会可是不行，当时的那个社会，孤儿寡妇是整个这个社会中最可怜的群体，所以圣经一直教导我们要照顾你身边的孤儿寡妇，因为他们是绝对的当时的弱势群体。那么在当时的这种环境下，拿阿米很清楚，丈夫去世了，2个儿子也去世了，一家呢3个寡妇，他们没有办法活下去。所以呢，拿阿米就决定，既然如此的话，干脆他就回去吧。回去呢，主要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，是他在摩押地听说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，赐粮食与他们，甚至也可以说，当时没走的那些人，他们也没饿死，也活得不错。所以呢，他知道当时留在迦南地的那些个以色列人，他们也活得不错，这是一个原因。另外呢，就是他自己，由于当时的这种环境下，他已经是一个年迈的寡妇了。如果他继续生活在摩押地的话，没有办法。如果呢，他回到自己的本族本乡，也许呢，还有亲戚朋友呢可以依靠，可以得到一些救济，可能还能活下去。就算亲戚朋友不帮他，他回去呢，也可以找利未人，也可以找祭司来帮助他，这是他的想法。
所以呢，他们就起行回去。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他的2个儿媳妇并不是以色列人，回去之后就相当于出国了。也就是说呢，这2个儿媳妇是没有以色列的护照的，他们2个拿的是约旦国的护照，不是以色列的护照。所以呢，对于他们而言，很可能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回去以后，那么得不到以色列的各种的社会福利，这又怎么办呢？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拿阿米就很纠结。拿阿米呢，就不准备带他们2个回去，这也是出于拿阿米对他们的怜悯。拿阿米这个时候想的是，自己已经老了，已经生无可恋了。说实话，已经对于生活很绝望了，因为什么都没有了，土地没有了，钱没有了，自己最近的亲人，丈夫、儿子全都没有了。所以作为一个生无可恋的人，他选择流浪自己算了。但是呢，2个儿媳妇还年轻啊，他觉得回去之后，后面有解释，他觉得回去之后自己也不可能再生2个儿子再娶他们，因为按照当时以色列人的传统，就是说哥哥如果死了，弟弟呢可以娶嫂子，那么可以给哥哥留后代。拿阿米想自己已经老了，不可能再结婚了，也不能生子了，即便是自己还能回去再嫁人的话，那自己生出来的孩子还小，他的2个儿媳妇也不可能等着孩子长大再嫁给他们，这不合适。所以说呢，拿阿米就跟2个儿媳妇说，你们干脆呢回家去吧，你们就再找好的人家再嫁，也许这一生呢你们还能幸福。但这个时候呢，虽说呢拿阿米是一个生无可恋的人，就没有什么指望的人了，但是呢他还是给2个儿媳祝福，并且他还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。那么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，拿阿米的2个儿媳应该说呢对他是很不错的，因为呢他说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，就是说呢2个儿媳妇确实对拿阿米不错，而拿阿米呢也确实是一个比较善良的女人。从这里来看，就是说呢她在这种情况下，她还愿意放手2个儿媳妇去寻找各自的幸福。她想的并不是我已经老了，你们2个呢服侍我，给我呢养老送终，她想的不是这个。她说既然我自己也不可能过上好的生活了，那你们还年轻，我也不能挡着你们的路，你们呢就再找人去嫁吧。你们毕竟来讲在你们的本族本国，你们呢还好生存一点。如果呢跟着他到了一个外国去，那可能呢面临的困境是更多。所以他综合这2项考虑，就是再三的劝阻2个儿媳呢不要跟他回去。一开始呢2个儿媳呢是要跟他一起回去的，所以呢他不同意，他就又劝。第一次呢他就是说愿神呢恩待你们，你们回去吧，去找那个好的人家，去找个好丈夫再嫁了算了。他们呢就不同意，他们说我呢还是跟你回去。然后呢拿阿米又说不要跟我回去了，跟我是没有指望的，我没有办法再生儿子娶你们了，你们呢也就是没有任何指望了。换句话说，你看到我的今天，就看到了你们的明天。你们2个年轻的寡妇愿意呢一直守寡变成一个老寡妇吗？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么欧尔巴就是他大儿子的老婆就回去了。但是这里面圣经所记载的是，路德却舍不得拿阿米，这一点呢
就很关键。我们呢继续看下面，从15节开始。拿阿米说，看哪，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，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。路德说，不要催我回去，不跟随你，你往哪里去，我也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，我也在哪里住宿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在哪里死，我也在那里死，也葬在那里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。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，就不再劝他了。这一段呢就说得很清楚，他的大儿媳已经走了，但是呢小儿媳路德不走。拿俄米就说，既然你嫂子都回去了，你也就跟着回去吧。因为他已经说通了一个，他觉得可能这个呢还有一点留恋，那么呢他就说，既然那个都走了，你又何必留在这里呢？但是这里边路德说的这段话是非常感人的。路德说，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你住哪儿我就住哪儿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。然后他说，你死在哪里，我也跟着死在哪里。大家可以设想一下，俄尔巴已经走了，就剩下他们2个人了。2个寡妇身上什么都没有，一无所有。那么呢，他们面临的情况是如何的艰难，他们几乎呢没有办法活下去。而且他们所面临的道路是去往一个陌生的地方，虽然对于拿阿米来讲是回去，但是作为一个外族人路德来讲，那是去到一个他从来没有去到的地方，那是一个陌生的国家，面对一群陌生的人，将来的前途真的是黑暗之极，一片渺茫，他看不到任何的希望。但是在这里路德坚定地说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除非死了，除非死亡能将你我分开，要不然呢，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。路德在这个时候，他心中唯一的信心就在于神。那么在圣经之前的律法中很清楚地记载了，以色列人是不能娶外族女人的，也清楚地记载了摩押和亚门的后代是不得进耶和华的会的。也就是说，摩押和亚门的这些后代，你是不可以成为以色列人的。这是离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是一个很短的一个时间，只有几十年。也就是说，按照律法来讲，路德是不可以成为以色列人的。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，路德还是凭着自己的信心要跟着拿阿米回去。这其中有这样的几个原因。第一呢，他觉得拿阿米这个婆婆的确是个不错的人，很好，所以呢，他从拿阿米的身上看到了拿阿米的神，所以他觉得这个神也是他想要的神。所以呢，他没有到以色列，没有到犹太地之前，他已经对犹太地的这些以色列人萌生了一定的好感。他觉得他们的神我也想要，他们的神是一个他心目中想依靠的神。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前半部分所揭示我们的有2个重要的真理。第一个真理就是拿阿米一家人遇到了饥荒，他们觉得生活已经很糟糕了。对于拿阿米来说，这就是人生最黑暗的时期了，非常糟糕。但是从神的角度来说，这还不够糟糕，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呢。这就告诉我们，
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当下的生活是一团黑暗，或者说呢，我们现在处于人生低谷的话，那么其实很有可能我们还没有到谷底。就是说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其实如果你心中没有神，不敬畏神的话，没有按照神给你安排的道路去走的话，其实你的人生是没有最低谷的，只有更低谷，就会只可能是更糟糕。因为他们觉得遇到饥荒之后，大不了田产房产一卖，他们手上还有钱，有钱他们还可以生活。但是他们远离了神，神用事实告诉他们，钱可以没有，甚至人还要死。所以说拿俄米在这个时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个时候了，就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，如果你不跟着神走的话，你的生活有可能持续的会出现问题，只有更糟，没有最糟。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告诉我们，虽然律法中已经写清楚了，摩押人是不可以成为以色列人的，但是呢，路德凭着他的信心，凭着他对耶和华神的信心，我就是要去，我愿意去，我愿意让以色列人的神成为我的神。所以呢，路德成为了整本圣经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。我们知道路德是大卫王的曾祖母，而且呢，路德也是耶稣基督的祖先。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，路德名列其中，这是何等的荣耀！一个摩押女子，最后却成为了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。所以作为我们这样的外邦人，真的不要失去信心，只要我们愿意让神成为我们自己的神，愿意依靠神，神就一定呢赐福于我们。我们接着从19节开始看啊。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，他们到了伯利恒，合城的人都惊讶。妇女们说，这是拿俄米吗？拿俄米对他们说，不要叫我拿俄米，叫我玛拉，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，我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。耶和华降祸于我，全能者使我受苦。其实这样，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？拿俄米和他的儿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，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这一段讲的就是他们已经回来了。回来之后，拿俄米一定是有很多旧相识的，虽然呢已经出去了10多年，还是有些人认出来了。一看，这不是拿俄米回来了吗？拿俄米就说，不要叫我拿俄米，叫我玛拉。这个圣经上呢也有小的注解，拿俄米是甜的意思，玛拉就是苦的意思。翻译成我们能听懂的话，就是说这是一个双关语了。就是很多人说，这不是甜甜回来了吗？他说，你别叫我甜了，现在苦着呢，心里边特别苦。很显然呢，他们是非常落魄的回来的，有可能在一路上呢，他们风餐露宿，他们钱也没有了，衣服也破了，穿得破破烂烂的，像乞讨的人一样，2个人就回来了。我们并不能说这些人是在嘲笑他们，至少呢，这个时候的拿俄米，别人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，因为他心里边很清楚，他们当初就不该走，他们就不该做这样的错事。很显然，跟他说话的这些人，他们也没走啊，他们还是留在原地，他们也没有饿死，也活下来了。所以他们当初为什么要走呢？
而且他说的是，我是满满的出去，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。满满的出去，就我们可以想象，他们把田产就是说把房车都卖了之后，还是换了不少钱的。他们是带着钱走的，但是钱也没了，人也没了，两手空空的回来。他知道这是神对他们的惩罚，拿阿米很清楚这一点。但是呢，他还是回来了。不管他出于什么样的原因，他回来了，而且呢，还带着如此有信心的摩押女子路德。虽然呢，在22节最后这一节，只有很短的，就是说他们回来的时候，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，是短短的这么几个字，所体现出来的正是神的怜悯。因为他们回来的时候一无所有，两手空空，他们需要首先解决的就是吃饭的问题。吃什么，喝什么呢？那么神所安排的真的是很奇妙，因为他们回来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，是丰收的季节。按照以色列的律法，动手割大麦的时候，所有的田产的话，边边角角是不可以割的。如果收割的时候落在地上的，是不可以拿的。这是神的律法，就是说，如果我在收割的时候落在地上了，或者一些边边角角，我是不应该割净的。这是留给那些个穷乏的、有需要的，就是那是留给穷人们的。所以说，以色列人如果都遵行律法的话，那整体的来讲，这个社会环境呢还是很友好的，就是穷人在这个时候是能找得到东西吃的。所以神安排他们这个时候回来，充分的体现了神的怜悯。你既然回来了，那就起码是有饭吃的。所以当我们在把这一章，把路德记的第一章都看完了以后，我们能够明白的就是这么两个主要的道理。就是说呢，你看拿阿米这一家，虽然呢他们遇到了问题，但是他们没有求问神，没有按照神的指引，所以呢他们觉得很糟糕，结果呢他们往后的日子呢会更糟糕。另外就是当摩押女子路德作为一个外族人来讲，他看到的从属世的角度来说，他根本看不清楚前途到底是怎样的，但是他对这位神是有信心的。他觉得我如果不跟着拿阿米回去，那么神是要降罚于我的。我既然说了，我就要这样的做，这就是我们的神。所以今天呢，应用到今天，我们也应该明白，其实如果是不依靠神的话，我们的生活只会是越来越糟糕。你觉得现在已经很糟糕了，但有可能不是最糟的时候。所以我们还是要对神有信心。只要对神有信心，那么呢，即便是律法上所禁止的事情，律法上不能通过的事情，在神这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说，信心其实是高过律法的。律法是死的，但是神是活的。我们在旧约圣经中看到很多关于和律法不相符的，但是呢，都是由于人的信心，神也成全，神也让他成就。所以在这一段呢，我们真的很感恩拿阿米和路德他们能够相互的为对方着想。所以拿阿米来说呢，他也是尽量的让他两个儿媳过好，但是呢，他的儿媳路德却觉得我应该是做更对的事情，我应该做的不是人所看来对的事情，我应该做的是我的神所看来对的事情。这就是路德的信心。所以路德呢才能成就以后
如此重要的这么一个角色。那么从《路德记》的第2章开始，就出现了一个新的人物，就叫波阿斯。波阿斯是《路德记》的男主角了如果以后有机会呢，我们会继续呢跟大家分享。那么大家有空呢，也可以回读一下这一段，真正的去体会一下当时人物所处的那个环境。我们可以看到路德的信心，他是用怎样的信心照亮了那个时代的黑暗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。